2025年，全世界卖的最好的一款药，不是抗癌的药，也不是心脏病的药，是一支帮人瘦下来的针。它一年的销售额冲到365亿美元，超过了当了好几年冠军的抗癌药 Keytruda，登上地表最畅销药物的宝座。但真正让人意外的是，发明这整个品类，第一个把它做出来的公司，并不是卖出这支针的人。一个后来的挑战者，只花了大约18个月，就从后面追上超车，把品类的发明者拉下了王座。这一集是一场关于瘦下来的1000亿美元大战。上一集我们看的是 Moderna 和 BioNTech 靠一场疫情豪赌一夜翻身的暴发户。这一集的两个主人翁赌的是另一件事，全世界都想瘦下来。一边是 Novo Nordisk， 一家来自丹麦100年来专心做胰岛素的老牌药厂，另一边是 Eli Lilly， 来自美国，同样100年的对手。他们各自做出一支减肥针，引爆一场1000亿美元的大战。而这一集真正要问的是这个系列的母题：当想要变瘦变成了一种需要，这条救人的线和赚钱的线到底该画在哪里？先说这支针到底在做什么？我们吃完一顿饭的时候，肠子会分泌一种讯号，告诉大脑够了，不用再吃了。这种讯号里最关键的一个叫做 GLP-1。这两家公司做的事说穿了，就是做出一种很像 GLP-1 的药，打进身体，让大脑持续收到我已经吃够了的讯号。于是你吃的少，自然就瘦得下来。Novo 的药走的是这一条路径，按的是单一个开关。而 Eli Lilly 更进一步，它的药多接上了第二个开关，叫 GIP， 两个一起按。一场头对头的试验，结果是这样 ：Lilly 的双重开关平均让人瘦了大约20%，Novo 的单一开关大约是1/4，多按一个开关就多瘦了将近一半。这个差别后面会变成整场霸占的胜负手。但故事的开头属于 Novo Nordisk， 这家丹麦公司100年来都在做同一件事。糖尿病，他太懂血糖，太懂胰岛素了。2017年，他推出一款给糖尿病人的针，叫 Ozempic。医生很快发现了一个副作用，打了的人体重明显往下掉。Novo 立刻看懂了这件事的分量，这不只是糖尿病的药，这是一支可以让全世界瘦下来的针。于是他把同一个成分重新包装成专门减重的版本，叫 Wegovy。一时间 ，Ozempic 和 Wegovy 变成社群上洗版洗到不行的名字。名人在用，上班族也在用。一家做了100年胰岛素的老公司，突然之间手上握着全世界最想要的东西。这支针到底有多重要？重要到它一家公司扛起了一个国家。2023年，丹麦的经济成长几乎全部来自制药业。把 Novo 拿掉，那一年丹麦的经济是不成长的。它一年缴的税是4年前的2倍多。丹麦大约40%的出口都和它有关。到了2024年6月 ，Novo Nordisk 的市值冲上大约5700亿美元，比丹麦一整年的经济产出还要大。一家公司比养出它的那个国家还要值钱。丹麦的总理被问到：“你们会不会太依赖这一家公司了？”这是这个系列里第一次，一支药的分量大到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命运，它的定价权摊上了巅峰。那这支全世界都想要的针卖多少钱？在美国 Wegovy 的官方定价一个月大约1350美元 ，Lilly 的 Zepbound 大约1086美元，一个月1000多美元，一年下来就是1万多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笔奢侈的开销，但需求实在太强了，强到这件事开始骗值。原本是我想要瘦一点，慢慢骗成了我离不开这支针。药厂也看懂了，与其只卖给付得起的少数人，不如把价钱压下来，把人数做大。于是价格战开打，自费的瓶装版本从1000多一路降到499，甚至100多美元。这就是母题的核心。当想要被养成了需要，定价权就从买的人手上彻底交到了卖的人手上。就在 Novo 站上巅峰的时候，挑战者来了。Eli Lilly 这家美国的100年药厂拿出了它的双重开关，先是给糖尿病人的 Mounjaro， 接着在2023年底推出专门减重的 Zepbound。它来的比 Novo 晚，但它手上有那个关键的差别，多按一个开关，平均多瘦将近一半。对一个想瘦下来的人来说，效果更好，就是最硬的理由。
更重要的是 ，Lily 早就看懂这场大战会打多大，她砸下几百亿美元，拼了命的盖新工厂。而那段时间 ，Noble 反而因为需求太猛，产能跟不上，常常缺货。一边是效果更强，货又供得上，另一边是发明了品类，却被自己的成功卡住。超车要开始了。于是这场超车发生了。一开始市场几乎是 Noble 一家独大，他是品类的发明者，先发先红。但在棒上市之后，大约18个月，局面整个翻了过来。在美国 ，Lily 的新处方量反超了 Noble， 销售额上更是直接见真章。到了2025年 ，Lily 那只双重开关的针全年卖出365亿美元，超过了 Noble 那只单一开关的针大约346亿。发明这个品类的人被后来的挑战者从后面追上，超了车。在生意场上，第一个做出来的人不一定是最后效的那一个，尤其当你的对手手上的药比你更有效。超车的结果写在了市值上，靠着这支最畅销的针，Eli Lilly 的市值在2025年11月一度突破1兆美元，成为史上第一家市值破兆的药厂。它最高的时候看到大约1兆0800亿美元。一家做药的公司市值冲进了过去只有科技巨头才站得上去的等级。一支帮人瘦下来的针，把一家100年药厂送进了兆元俱乐部。这是这个系列到目前为止定价权最极致的一次展现。当你手上握着全世界都需要，别人又做不出更好的东西，市场愿意给你的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那么被超车的 Novo 后来怎么了？很惨，从2024年6月那个5700亿的高点，它的市值一路坠落到2026年蒸发了超过一半，只剩下不到2000亿。它下修了财测，成长还在，但远远慢了下来，不再是那个一飞冲天的故事。它寄予厚望的下一代减肥药 CagriSema 试验结果让人失望，减重只有1成5.7%，市场原本期待接近2成。它的执行长黯然下台，公司宣布裁掉9000人。这次坠落和我们第一集看到的辉瑞不太一样，辉瑞跌是因为专利到期，法律上的独占结束了，而 Novo 跌是因为它做出了品类，却没能守住它，对手用一支更好的针，把它从王座上推了下来。但这场大战远远还没结束，因为这门生意大到吓人。投行高盛估计，到2030年，整个减重药市场大约950亿美元。摩根大通更乐观，估计接近2000亿。这么大的一门生意，自然引来最尖锐的两难。批评的一面说，一支成本可能不高的针，定价1个月1000多美元，这是拿人命在收暴利。但支持的一面会反问，如果没有这种报酬，又有谁愿意砸下几百亿去盖工厂，去赌一款可能失败的药？救人的线和赚钱的线在这里缠成了一团。这一集我们一样只把这个两难摊开来，不替你下判决。Novo 和 Lilly 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生医帝国里，第一个发明的人未必能坐稳王座，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谁的药更有效，谁更早看懂这场大战会打多大。而战场已经又要换了，下一张牌是药丸，把每天要打的针变成每天吞1颗的药。Lilly 的口服小分子 ，Novo 的口服版本都已经在2026年陆续上场。谁能让更多人从打针改成吞药，谁就握住下一轮的定价权。下一集生医帝国，我们走到上游，去看那些不直接卖药，却靠着卖源头给所有药厂巧巧赚到宝的隐形巨人。如果这一集让你重新看懂了这场减肥针大战，按个赞，追踪频道，把生医帝国这个系列跟我们一起追下去。